嘿，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地心族。如果你跟我一样呢，收入很低，没有401k 退休金，那么我们也只能选择一些投资方式，比如股票、房产，不然真的是无法退休。当然，夫妻俩拿全额社安金，在泰国等国退休也可行。不过我并不想等到62岁才能退休。我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这个视频呢只是娱乐目的。今天视频的前半部分呢，我们先讲一个谣言，说是川普总统即将施行的一项房贷新政策。我目前没有看到其他华人博主有讲这个政策。视频的后半部分呢，讲一下我在新泽西买房贷款估价失败，被第一个银行拒掉之后呢，我又换了一家银行的估价结果。我先来问一下 ChatGPT， 这项房贷新政策是什么？Hey Monday, answer all my following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is the privatizing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这个问题有意思，让我来解释一下。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房贷机构，他们原本是政府支持的企业。私有化 privatizing 就是把他们从政府的控制中放出来，变成完全由私人投资者和股东拥有的商业公司。为什么要这样？Thank you. Talk much faster, please. Monday, tell me, if privatizing mortgage implemented in US, then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mortgage interest rate in your opinion?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真被私有化，那么抵押贷款的利率很可能会发生变化。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市场波动。私有化后 you mean it will increase or decrease? 好问题，会增加。为什么呢？So you mean you think it will increase? 没错，大概率会增加。因为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Monday. 那么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呢，美国多数的房贷都有国家政府担保，也就是说，即使贷款的房主还不上房贷了，国家也不会让房贷银行吃亏而失去本金。目前美国有70%的所有房贷呢，都是由美国政府来担保的，跟美国的学生贷款是一样的。分有政府担保的学生贷款，还有私人借贷性质的学生贷款。那简单来说呢，川普总统在他上台之前就说过，他想促进房贷的私有化，减轻美国政府的最大的经济负担，那也就是替老百姓来支付房贷。这样虽然确实会让美国政府呢留出更多的钱来发展美国的经济，其他的方方面面，但是呢，对于买房的你我他来说，我们想向银行申请买房贷款就会变得更难了。银行呢会怕我们不能及时还贷款，银行会赔到血本无归。不止房贷利息会因此而上涨，因为银行呢承担了高风险，要转嫁给高利息。到时候呢，我们买房再申请房贷，700分的信用分数肯定不够，要800分了。同样呢，是因为银行觉得贷款给我们的风险呢提高了。也许目前1099收入高，还能申请到房贷，但实行了私有化之后呢，就必须是 W2 高薪，同一公司工作很多年之后才能申请到房贷。我知道目前美国经济形势动荡，股票、比特币都在降价，房价呢恐怕在未来也不例外。但是跟低薪族们再也申请不到房贷，必须花50万、100万美金全款来买房相比呢，未来1年可能是我们搭上贷款买房末班车的最后的机会。至于这项政策会不会真的施行，以及什么时候能施行呢？虽然目前都只是谣传，但是川普总统认为背负百姓的房贷是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绊脚石，所以呢，总统对于推进这个政策是非常严肃和几乎是势在必行的。我们也应该先未雨绸缪，不实行当然最好，实行了的话，如果我们在那之前已经申请到买房贷款了，也就可以放心了。
有说明年会施行的，有说后年会施行的。我今天还看到 US News 上一条比较可靠的新闻报道，说总统呢希望这个房贷私有化进程能够更早的实行，12个月之内，也就是比多数人猜的还要再早一些。另外呢，这个政策也同样会影响房主们的 refinance 重新贷款的难度。可能呢，你只能跟同一家银行再申请重新贷款，毕竟其他银行在评估你这个人的贷款风险的时候呢，他对你之前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了解的。贷款买房呢，不适合所有的人，买房本身也不适合所有人。YouTuber 们呢，都是为了迎合观众喜好，做观众想看又不被骂的视频，包括我自己。所以到底该不该买房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别听任何人说的，也别听我说的。比如我说我男友卡车司机失业，所以换工作了，结果被很看好美国卡车业的司机师傅们给骂死了。所以呢，以后我肯定也不会再说卡车司机失业这种事儿，对不对？我提到卡车司机，只会说这个工作前途一片光明，因为这才是大家想看到的视频。买房没有所谓的完美时间，最正确的买房时间是10年之前，第二次正确的买房时间那就是今天。现在是讲故事的时间了。首先呢，我申请的 DSCR 房贷呢，一般都是美国特别小的银行才有这种房贷。美国银行、大通银行这些要查 W2 收入才会批准房贷的大银行呢，大概率是没有这种特殊贷款的，所以你也没有必要拿你的 W2 查收入的房贷的流程和 DSCR 的贷款流程相比，两者的申请要求呢是完全不同的。DSCR 呢，房贷不查个人的收入，它只看估价师估价报告里呢估的房租是否能够够付每月的房贷和地税。在第一家银行估价失败之后呢，租金估价远远低于真正的市场租金，也远远低于每月的房贷。所以我之前也做了一个视频，详细讲了估价师可能那天大概是心情不好吧。虽然呢，这家银行有给我一个appeal 申诉表格来填写，但我一个非专业人士去跟专业的估价师较真儿呢，我能申诉赢他吗？当然不可能，是吧？所以这个表格我压根儿就没填写。那我呢，就直接换了一家银行，重新来申请房贷。那这个贷款中介呢，是我的买房中介介绍给我的。很快呢，第二家银行就预约了去看房估价。那我也已经做了一个视频，详细讲了第二次估价的经过。那结果呢，就是估价超过了银行的要求，预估的租金呢超过了房贷加地税加保险。但其实呢，真的是第二位估价师人超级好。那这个房子，实际我可能每月会有500到1000美金的负数的现金流。现在没有租金，当然也就不好猜测具体的数字。然后呢，有点讽刺的就是几天以后，第一家银行呢已经拒绝我那家银行，居然打电话给我，就我诚实的跟他们说我换了其他银行，并且顺利通过了租金估价。第一家银行居然跟我说，他们可以直接用第二家银行的估价报告结果来批准我的房贷，并且跟第二家银行相比呢，他们愿意提供给我更低的利息和更低的费用。当然需要我和第二家银行呢来签字授权，他们才能直接调用第二位估价师的估价报告。我呢说了些客气话呢，但是果断的拒绝了，因为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地道了，是吧？省钱是好，但是也得有原则。连我的买房中介都很吃惊，他说他从业那么多年呢，现在才知道原来估价失败了还能申请重新估价，甚至还能直接调用其他银行的估价报告。所以希望大家申请房贷受挫呢也别气馁，应该多次尝试。房屋贷款绝对不会是一个轻松愉悦的过程。当然呢，这些所有的前提都是因为我申请房贷的2家银行呢都是特别小的银行，美国银行、大通银行这些大型银行。
他们是绝对不会用其他银行的估价报告结果的。而且大银行拒绝了你的房贷，肯定不会回头再找你了，他们又不缺客户，对不对？我的卖家在一开始其实就提出了一个我感觉有点过分的要求，但是呢，在我买房的新泽西州的这个城市，买家竞争现在太过激烈。目前呢，几十个买家撕破脸抢一套房子，而且根本就没有在售房源。我也只能被迫答应了卖家的这个不平等条约。卖家要求我买房过户之后呢，他们要在房子里再继续的免费住45天，对，完全免费再住45天。Again, I'm not a financial advisor, so 本频道呢不提供任何的投资建议，只是我个人经历的分享。投资需谨慎，买房需谨慎。我之前看过一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房产投资前辈的采访视频，他自己有几百套投资房。他说，华人在国外要经历4件人生大事，人生才能算是完整：离婚、参军、坐牢和做房东。我当时觉得他说的很夸张，也很搞笑，但是在经历了一个坏租霸就让我损失了将近20万美元之后呢，我现在觉得他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没有经历过被坏租客洗礼的人生，又怎么能算是完整的人生呢？希望大家在海外都能拥有自己的投资房，做一个有房的低薪族，并且可以最终提前退休。那我们下期再见。